美国前国务卿大胆预言，大陆10年内不会武统台湾。但是考虑到美国官方一直在暗中支持台独势力，那么随着台海局势的恶化，台湾还有10年吗？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美国著名知华派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大胆预言，大陆10年内不会武统台湾。他具体的观点是，虽然目前的台海局势紧张，但是大陆不会立即做出全面进攻台湾的举动，而是从其他方面削弱台湾的能力。他对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看法也做出了一番点评。现阶段，美国国内可谓是鹰派遍地，认为中国的目标并非是和平稳定的发展，而是要成为另一支世界霸权。对此偏执的看法，基辛格没有否认。他强调，现在中国并不会主动成为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中美两国现阶段要做的就是避免双方的对抗成为唯一的主要选项。总体来讲，基辛格作为著名的知华派，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是能看得清中方的核心诉求和利益的。他与美国国内某些逢中必反、智商下限的政客不同，他推崇的是中美两国合则利、败则伤的核心观点。对于之前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视频会晤，他也对此表示了正面的看法。但是这样的聪明人在美国政府内部是容不下的。之前特朗普就邀请了亨利·基辛格作为对华问题专家加入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但是基辛格对于中国问题上的理智和稳健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方针。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确保稳定的前提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台湾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特朗普则像一个生意人一样与台湾勾连，在台海问题上挑衅大陆底线。他们对华始终秉持打压与遏制的态度。因此在2020年11月份，特朗普政府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将基辛格免职了，哪怕是后面拜登政府上台时也没有返聘基辛格。这件事也从侧面的角度也说明了美国对华的态度和政策还是一贯的敌对。而且对于台海问题动不动出手横加干涉，今年中美元首会谈之前，拜登就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虽然中美元首会面期间，拜登表示不支持台独，但是实际上，美国还是在给台湾售卖大量的先进军事武器装备，如 F-16V 战斗机的出售与升级、M1A2 主战坦克、M109A6 自行榴弹炮等。这些武器都是解放军将来解放台湾的阻碍之一。不仅如此，美国还向台湾派遣了小规模的特种部队，此举严重违反中美联合公报和一中原则。美国从原来光明正大的玩台湾牌，到现在偷偷摸摸的打台湾牌，其目的就是打击中国痛点。更有甚者，希望中国在台海、南海、中印边境同时出现危机，这样会使中国缺乏足够的实力同时应对，并且能最大程度打击中国，最后使得中国崛起的速度放缓，甚至彻底的停滞。这样美国就能永远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了。不过美方的想法还是过于天真，美方持续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勾连，这样并不利于两岸和平稳定和友好发展，也给台独分子挟洋自重、谋求国家分裂提供了契机。台当局甚至还向美国海军的关岛基地派遣了40名经过挑选的海军陆战队员，教导台军如何反制大陆登陆作战的演习。台湾军方随后证实了此情况。不得不说，台当局这是火中取栗，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在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做出一个假象，那就是美国对于台湾是非常重视的，不排除以后美国把台湾纳入军事防卫体系当中，这样可以有效地震慑大陆，并且加剧大陆和美国的矛盾。最后，如果导致中美的冲突，这样正好把美国拖下水，得到美国出兵支援的台湾将不再畏惧解放军，这样台独分裂势力就能把台湾成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如果真的是这样所说，大陆10年内不会武统台湾，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台湾不仅没有10年，而且只要台湾迈过反分裂国家法这条红线，那么台独势力的寿命将会在几十个小时内被彻底的终结。以大陆当今的综合军事实力而言，可以彻底的歼灭台湾岛上的反动势力，包括前来支援的美国军队。最后，虎妞得总结一句，对于台湾当局来说，自己并不是棋手，而是美国的棋子。如果这颗棋子触碰了大陆划定的红线，就是弃子。
妻子是台独分裂势力最后的归宿。那么，对于台当局来说，也要好好考虑考虑。